太美了！但凡上辈子我要是有这么好看，哪会沦落到被老板不当人、强制加班8天而心梗猝死的惨境？宿主，马上就要到乌远侯府了，你不紧张吗？紧张什么？该紧张的不是那个假货吗？虽然人家是假货，但人家是女主啊！你是不是忘了小说里原主是什么悲惨结局啊？我当然记得，这狗血小说的原主也太怂了。堂堂走失16年的侯府嫡女，被寻回后却被绿茶养女一直打，最终名声尽毁，招人唾沫，被侯府舍弃落难而亡。而假千金却扶摇直上，先是做了王妃，后来做了皇后。正是因为原主过于凄惨，因此需要你来拯救。宿主需要攻略重要人物好感度，获取逆袭积分，扭转悲惨人生。这些积分可以用来购买各种道具，当积分达到1万点时，宿主不但可以回到现代，还会获得巨额财富奖励。放心，既然我来了，定会还原主一片公道。我就不信，什么绿茶渣女，还能比我一个斡旋在无良老板、无良商家、无良甲方之间混日子的牛马有奸不成？滚！都给我滚！我自幼在侯府长大，不是弃女也胜似弃女，祖母真是疯了，才会去找一个失踪16年的人回来。小姐您别担心，江老夫人把您捧在手心16年，那女人回来了也格格不入，断不会让您失了主。要你多嘴，但是我就是不爽。幸好这里是侯府，礼仪规矩重于一切。这个贱人在民间多年，我就不信她的修养能够及得上我等大家闺秀。佩儿，你且出去给我看着，但凡那个贱人有失态，你便替我宣扬出去。我倒想看看，一个乡野的真千金，谁又会纵容她？是吴嬷嬷，听闻当初是你看错了胎记，这才导致我侯府真千金流落民间多年，你可知罪？此事我早就跟江老夫人说过，你现在提起来是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，只是甄小姐流落民间多年，礼仪姿态难免赶不上京城小姐。大小姐吩咐了，今天可不想看到甄小姐礼貌进府。你这管事的嬷嬷知道该怎么做了吧？你竟然想打压大小姐，你就不怕江老夫人怪罪吗？侍女之争不过如此，你可是当年的罪魁祸首，若不想被甄小姐报复，最好就站到我们这边来。哼，我自有分寸。大小姐到！我算是来了。乡间村妇从未坐过马车，自然也不知贵族下车需要台垫，或者是你搀扶。今日若是您草率跳下马车，明天我保证让全京城都知道，侯府真千金竟是一个粗鄙的野丫头。这就是古代的侯府啊，果然是够气派。等我完成了任务，拿到100亿补贴回现代，我也要整一座来住住。奴婢奉江老夫人之命，迎小姐回府。是啊，小姐，请下车，随我等进府吧。我记得原书里，女主嫌弃法拍在民间长大，不知礼数，故意在侯府门口让家奴不设台垫。江明堂随意跳下马车，扯着衣裙，在众人面前摔了个狗吃屎。次日，江明堂便成了全京城的笑话。可惜这次遇到了我，看我怎么教训你。小姐，江老夫人正在里面等着呢，快下车，随我等进府请安吧。让我就这样下车？你们好大的胆子！大小姐，这是何意？高门小姐下马车需台垫伺候，否则容易扯着衣裙摔倒出糗。而你们什么都没准备，是觉得我是个上蹿下跳的野丫鬟习惯了，还是故意想看我笑话？这不是个野丫头吗？怎么会知道这些细节？大小姐恕罪，是我等准备不周，可现在去准备台垫也来不及，不如让奴搀扶大小姐下马车。就算你识得又如何？待会儿只要我故意松手，你还是得摔个狗吃屎。你算是什么东西，也配碰本小姐的玉体？既然没有准备台垫，那就用你将就一下吧。什么？大小姐的话你听不懂吗？给我趴下！这才对嘛，吴嬷嬷，
带我进府吧。好是厉害的大小姐，这姿态恐怕不输京城高门贵族。是，大小姐，请随我来。你说什么？那个在民间长大的贱人，竟然没有出糗！是的，大小姐，不仅没有出糗，她的姿态甚至不输京城高门贵族。肯定是阿爹或者祖母悄悄给她分析过。明明他们养育了我20年，难道真的忍心看一个外人夺走属于我的一切？不行，有更义，我要去看看这个野丫头到底什么来路。明堂见过祖母、母亲及2位叔母。好孩子，快上前来，让我看一看。祖母，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啊！快让你母亲看看。乖孩子，这些年苦了你了。女儿能回到母亲身边就好，往日一切就随她去吧。孟氏将老夫人好感度增加5点，获得积分5分，恭喜宿主，再接再厉。这就获得了5分，看来除了那个绿茶养女之外，其他人的积分也不是那么难刷呢。明堂，你在外流落多年，吃太多苦了。瞧你现在，像是一阵风就能吹走似的，也不知那户人家怎么将养的你。今晚你就跟祖母回房里用膳，也陪祖母说说话。都听祖母的。祖母，孙儿这就扶您回房间。好，好。江老夫人，大小姐来了。祖母恕罪，云慧来迟了，方才路过园子，见桂花开了，想着您最爱这香气，便亲自摘了些，才耽误了时辰。宿主小心，这就是江云慧，看着人畜无害，但茶艺一流。你有心了，吴嬷嬷，收起来吧。确实有点东西，请安迟到可不是小事。他几句话不仅推得干干净净，还显得孝顺贴心。果然，以前我无论做什么，老太太都欢喜得不得了。如今亲孙女一回来，便什么都忘了。再这样下去，府里的嫡女之位也定然要给那个贱人。我须得以退为进，先下手为强。这位便是姐姐吧？生得这般貌美，可见老天有眼，终让亲人团聚。云慧心中实在为祖母、为父亲母亲欢喜。姐姐，我虽是养女，却也知晓嫡庶有别，这嫡女之位本就该是姐姐的。既然姐姐回归，云慧诚心诚意将位置归还姐姐。云慧，你此话当真？当然，自小母亲便教导我长幼有序，生在侯府，女儿不敢忘。云慧，你能如此通情达理，母亲很欣慰，但想必也只是在委屈自己。母亲，宁堂虽为亲生骨肉，但刚进侯府，对大事小节尚不熟悉，嫡女还需料理府中各类事务，此位还是交给云慧最为妥当。这招果然有效，不过还不够。方才进门，这贱人虽没惹人笑话，但我听说她为立威，踩着管家身子进门。我只需将此事说出，让人知晓。她嚣张狂妄，老太太只要不瞎，就该知道谁才配做嫡女之位。母亲不必思虑过多，女儿不委屈，只是刚才听说姐姐进府时是踩着小厮下车，咱们侯府最重门风，姐姐这般行事，恐怕有失体统。云慧自幼在府中长大，深知以德服人方能长久。原来他打的是这个算计。踩人进府，明堂，云慧所言是真的。祖母，确实有此事。什么？宁堂这孩子看着乖巧，怎刚进府便如此嚣张？若真坐上嫡女位置，不知要惹出多少祸事。母亲，既然如此，明堂更不能坐上嫡女位置。好孩子，知道你是好心，但让位不是小事，这位置只有你能驾驭。可这实在有失体统。不过，若母亲执意于此，云慧也不敢推脱。怎么样，贱人？以你那乡野村妇的性命，该气急败坏了。到时候我只会稳坐嫡女之位，而你滚出侯府只是时间问题。那妹妹就先代做嫡女之位，等姐姐改好，妹妹自然会还你。那是当然，姐姐没有妹妹有见识，这嫡女之位自然属于妹妹。
只是妹妹不该为这位置凭空污蔑我的清白。那管家分明是妹妹派去。什么？女儿下车时，她不曾准备台垫，口气又嚣张，为了不让看客嘲笑侯府女儿失礼，才不得已而为之。怎么回事？他怎么也会这副做法？还知道是我指使？我记得去接明堂的是你们，说说吧，怎么回事？那是云慧误解姐姐了，祖母，这是下人办事不力，让姐姐受了委屈。云慧回去定会好好教训。我问的是他们。我虽老了，但没糊涂。云慧，嫡女之位不是你想推就推，想上就上。府中自有规矩，这位置就该属于明堂。从今日起，你曾按嫡女置办的吃穿用度一概换成明堂。而你若再敢耍把戏，明褒暗贬，惺惺作态，休怪我不讲20年的情分，将你赶回本家去。是。该死！他不就是一个乡野村妇，怎么会把我的计划全部打乱？看来是我低估他，若不抓紧将他赶走，我在侯府还有立足之地。小姐，奴婢有事禀报。说。过几日是江老夫人的寿宴，各家都开始备礼了。咱们为什么？寿宴？对了，老太太崇奉神仙，每年都请道士祈福。若让她知道她新认回来的好孙女有嫡女之位不够，为了权力要置她于死地，就会后悔对我如此。去把张道长请来。哼，我当然要给祖母备一份大礼。宿主，你太厉害了！刚才那一通操作，老夫人的好感度直接涨到20点了，还差人送了这么些好东西，说是要补偿你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你在侯府几乎无人敢惹。现在嫡女之位你也坐稳，你的百亿补贴近在眼前啦。不过宿主，有个奇怪的事，你那个生母孟氏刚才明明涨了5点好感度的，不知怎的全交回去了，现在还是0。意料之中啊！不然你以为为何临走前祖母让他给我安排个住宿，他却给我安排到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来？连侯府的会客厅都比这大。真是的，她不是你亲娘吗？明明第一眼见你时还感动的落泪呢，怎么转眼就……自然是因为这位姐姐住的可还习惯？妹妹怎么来了？方才在正堂是妹妹误会了姐姐，既是我院中下人办事不力，让姐姐受了委屈，妹妹自然要来赔个不是。姐姐如今可是祖母亲口认下的嫡女，若传出去住这样的屋子，岂不叫人笑话？姐姐，妹妹有个提议，我那院子宽敞明亮，离祖母也近，不如咱们换一换，姐姐住我那儿，我搬来这边，也算妹妹替母亲给姐姐赔罪了。姐姐意下如何？妹妹可是诚心诚意的。宿主，他这是干什么？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，你可别贪小便宜答应了。好啊，既然如此，就多谢妹妹的好意了。姐姐果然爽快，那妹妹这就回去收拾，明日便让人来帮姐姐搬。宿主啊，你干什么呢？这么明显的贪污你都上当，我真是白夸你了。说不定你刚答应，转头他就跑到孟氏面前哭哭啼啼，说你仗着嫡女身份强占他的院子，本来就没好感，这下不得别当负数啊！送上门的便宜，为什么不要？何况他打的什么主意，我大概猜到了。据原书记载，江老夫人的寿宴可是快到了。这时候，他急着让我换个离祖母近的院子，你说他想干什么？张道长，符咒可都准备妥当了。此符与其符咒相克，乃是反咒。老夫人寿宴当日，只要这符藏于院中，祈福法事一起，咒力便会反噬，使老夫人元气大伤，一病不起。这院子离祖母最近，到时候出了事，第一个搜查的就是这里。无论那贱人如何狡辩，符咒在他手中搜出，他便只有死路一条。
这下不就明晰了吗？什么明晰啊，宿主，那院子就是个陷阱，他要把害人的符咒藏进去，到时候再赃给你，这不明摆着是狼入虎口吗？你更不该去了。不，我一定要去。不去，怎么把这符咒反弹到他自个儿身上呢？反弹？宿主你要干什么？你等着看看就是了。马上我就会让孟氏的好感度拔地而起。云慧，你说什么？你把院子让给明堂了？母亲，是女儿自愿的。姐姐如今是嫡女，住那样的地方才是应当的。女儿不过是庶女罢了，不配住那么好的院子。让都让，总得再赚点美名回来。父母一向疼我，我越是退让，他们便越怜惜。我在府中才能屹立不倒。你这孩子心肠怎么这样好？明明是下人的错，你被误解了也不生气，反倒把院子让出去。有你这么个女儿，我当真有福气。什么嫡女？我看那明堂不知道从乡下学了什么坏心思，看着单纯，实则心机深沉。今日在正堂，分明是他引导将老夫人，让所有人都以为是云慧的错，仗着云慧没心机，就这般欺负她。不行，嫡女之位可以让，但这院子绝对不能让她占了去。我这就去找她。父亲别去！这老家伙怎么这般冲动？说真把院子要回来，我的计划岂不是全泡汤了？云慧，此事你莫要插手。今日我非得让他知道，这侯府还不是他能为所欲为的地方。江明堂，出来！父亲唤女儿何事？你与云慧换院一事，我与你母亲都不同意。你已经得到嫡女之位，不该再贪心。原来是这事，抱歉父亲，女儿可答应您任何事情，唯独这件，恕女儿难以从命。什么？你再说一遍！好险，幸亏这贱人贪婪，不然说这老家伙真换回院子，我倒要头疼。江明堂，你现在什么都有了，你是亲生女儿，侯府不会亏待你半分，为何偏要与云慧争这一间院子？她虽是收养的，可我们养育她16年，这份情谊其实你能懂的。明堂，母亲知道你在外头吃了苦，心里委屈，可你也不能这般任性。你若嫌原来的院子偏，母亲明日便让人给你另寻一处，保准比你那间好上10倍。你就别和云慧抢了，好不好？不好，女儿只要这些。哎呀，这便是仗着老太太撑腰，开始暴露本性。她越贪婪，父母便越厌恶她。可她有所不知，她以为能作为依仗的老钱婆，很快也保不住她。明堂，你倒是说说，为什么非要这间不可？因为这间院子是离祖母与父亲母亲最近的地方。你说什么？女儿在沈家长大，虽说是养父母，可他们待我不过是多一双筷子罢了。我住的屋子从前也偏远，从不知父母晨昏定省是什么滋味，也不知推开窗便能望见祖母院里的灯火是什么感觉。女儿并不是嫌屋远，而是害怕回到侯府还是没有家的感觉。女儿知道不该惹父亲母亲生气，可这间院子是离双亲最近的地方，女儿宁愿惹你们生气，也不想让。所以，父亲、母亲，恕女儿难以从命。为资本当牛马这些年，舔老板的话术早就路过这间，现在换成对父母，心里还没那么恶心。孩子，你当真是这么想的？女儿句句属实，院子豪华与否，女儿根本不在意。女儿只是想感受有父母在身边的滋味。若妹妹真舍不得这院子，女儿还有一计。哦，说来听听。妹妹大可与我同住，咱们姐妹不仅能日日相伴，还能一起给祖母、父亲、母亲请安，一家人其乐融融，岂不是更美？这个贱人到底在干什么？
怎么不按常理出牌？应该激怒父母才对，怎么莫名其妙反倒赚了好感，还想拉我同住？明堂，你若真能这样想，真是太好了。是啊，我们做父母的倒也不是偏心于谁，只是希望你们姐妹和睦。如今看你们俩都这般懂事，心里头真是说不出的欣慰。云慧，你意下如何？姐姐都退了一步，你也别负了她的心意。姐姐好意，云慧心领了。只是尊卑有序，姐姐如今是嫡女，怎好与姐姐同住？云慧不敢僭越。妹妹这是哪里话？什么嫡女庶女？咱们是一家人，莫非妹妹嫌弃姐姐？是啊，云慧，你姐姐都这样说了，你还有什么理由不答应？莫非你让院子并非真心，是在闹脾气？闹脾气？云慧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难道是在戏耍我与你娘亲？父亲、母亲，我突然身子不适，许是晚上吃坏了东西，我先回去歇歇了，真是改日再议。妹妹，那这院子我可就独享了。让你得了便宜还卖乖，跟我斗，你只有拍拍屁股逃跑的份。不愧是高门大户，办个寿宴竟然气派成这样。还好我用积分从商城里买了点礼物，不然怕是门都进不去。来，可不，本来你那点积分什么都买不起，谁曾想你真把孟氏夫妇的好感度给涨了上去，足30点，现在都和江老夫人平齐。哼，这算什么？等着瞧吧。寿宴过后，我能靠那位好妹妹拉到满级。这个贱人定是在看我上次落荒而逃的笑话。你尽管得意，因为你根本不知道，你费尽心机抢去的院子，很快就会要了你的命。就算你有父母喜欢，祖母疼爱，今日过后，一切都将化为灰烬。今日是老身71岁寿辰，诸位亲朋齐聚一堂，老身欣慰不已。老身便如往年一般，为诸位祈福诵经，愿我侯府福泽绵长，也愿在座诸位岁岁平安，福寿安康。死老婆子，尽管念你的催命符吧，待你念完，你和那个贱人便一起到地狱里去，到时候这侯府便是我江云慧的。祖母且慢，孙女有个不情之请，我想与妹妹云慧一同陪祖母诵经祈福，共守侯府福泽，也为祖母添几分喜气。妹妹，你说呢？他在干什么？怎么偏在这个节骨眼拍老太太的马屁？该死！多谢姐姐好意，但往年都是祖母一人诵经祈福，妹妹可不敢坏了规矩，让祖母怪罪。自己造的孽要反噬到自己身上就害怕了，还想用规矩逃脱，门都没有。妹妹这话说的，咱们姐妹一起陪祖母诵经，是为给祖母添福气。既然是为祖母，祖母怎舍得怪罪？祖母，您说呢？既是明堂的好意，当然可以。你能想到一起陪祖母诵经拜佛，这是多大的孝心！菩萨若见到这般其乐融融的画面，心中欢喜，降下的福泽自然也就深厚。是啊，因此孙儿才想拉上妹妹一起。妹妹向来以德行服人，这种积德积善之事，她也没有理由拒绝。来吧，与长姐一起共祈福泽。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？这个贱人为什么3言2语就把我辛苦的局给毁了？看来只能如此。祖母姐姐，妹妹今日嗓子实在不便，嗓音这般沙哑，若强行诵经，只怕菩萨听了觉得祈福不成，反倒耽误了祖母一片好意。本来是件欢喜的事，若因妹妹的缘故弄得没那么欢喜了，妹妹心里如何过意得去？可是我方才明明听着
妹妹与那些夫人说笑时，声音清脆的比百灵鸟还好听。况且妹妹现在同我讲话，不也好好的吗？妹妹休要再推脱，咱们姐妹一起给祖母诵经，这福泽定会更加深厚，也增进你我二人感情。妹妹为何表现得如此抗拒？云慧，你姐姐说的对，今日是你祖母的寿辰，你长姐提出如此好的建议，你推三阻四的做什么？平时你也是个懂事的，怎么在关键时刻就……之前姐姐说要与你同住，你也不答应，难道你一直是在闹小孩子脾气？母亲，是啊，云慧，你这样可不行，侯府的女儿不能失了门面。平日里也就罢了，在这大喜的日子，你怎么还捏捏作态？怎么样，江云慧，有口难辩的滋味不好受吧？不过别急，你的痛苦才刚刚开始。妹妹如此推脱，莫不是我回到侯府，妹妹怕我分了她的宠爱，心中有恨，才不愿与我一起？可今日是祖母的寿宴，妹妹就因为讨厌我，连给祖母诵经都不愿意了吗？这岂不是寒了祖母的心？好了，云慧，今日是祖母的生日，你当真要当着诸位的面，让你祖母与长姐下不来台吗？云慧不敢，怎么办？我到底该怎么办？如果现在说出下周的事情，老太太一定会追查到底，到时候被赶出侯府施行。若老太太一怒之下报官，说要取我性命就……可若去诵经，做出反事，我也必然会元气大伤，一病不起。到底该怎么办？云慧，别发愣了，快，别让祖母生气。罢了，比起被赶出侯府，丢了性命，一病不起就一病不起吧。至少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祖母说的是孙女不懂事了。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？等这卷经念完，我难道真的要和这个老太婆还有这个贱人一病不起了？都怪这个愚蠢的贱人，不仅坏了我的好事，还让我摊上这样的事。即使我一病不起，我也不会放过她，绝不会。我还这么年轻，我还没成为侯府的主母，我不要一病不起，我不要！想白了，这该死的诅咒马上就要把我侵蚀殆尽了。没有反应，这怎么可能？妹妹，很惊讶吧？你下的那个致死咒竟然没起作用。你怎么知道？诸位，今日祖母寿宴，我们姐妹齐心祈福，想必菩萨也听到了我们的诚意。祈福完毕，只觉得身心舒畅，浑身轻快呢。是啊，我这几日一直头疼，方才听完，竟觉得神清气爽。这侯府的祈福果然灵验，还是老夫人与侯府二位千金心诚，菩萨才会如此眷顾，咱们也跟着沾光。诸位不必谢我，要谢就谢明堂，多亏了他的孝心。现在诸位即可享宴，吃好喝好。你到底做了什么？当然是把你贴在我院中的作孽的恶咒换成了积德的善咒。你找我换院那日，我便知晓你心思不纯，便偷偷跟随，发现你竟想置我于死地，于是我假意答应，再偷换这符咒，只等祈福这日，让你亲自尝尝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滋味。你这个恶毒的女人！妹妹谦虚了，说起恶毒，我不及妹妹的1/1000。此事我若告知祖母，她定会被你的恶毒所震慑，到时候妹妹付出的代价也可想而知。但我也可以压下来，谁都不会知道，条件是我要你离父亲母亲远些，从今往后在爹娘面前消失。我要他们眼里
只有我这个嫡女，如果你不照做，那下一次祖母就会知道，她最疼爱的孙女曾经想用诅咒要了她的命。到那时，妹妹觉得你还能留在侯府吗？小姐息怒，息怒！你让我怎么息怒？按那贱人的要求，我不过这几日对爹娘疏远了些，他们即将忘记我了。不仅是事先以那贱人为重，娘还将她裴家的手串给了他。那串珊瑚我明里暗里要了不下10回，他次次都推，说太过愧疚，祈求这样给了他。他与父亲母亲如胶似漆，形影不离。说没有依靠，别说把那贱人赶出，我离开侯府也只会是时间问题。大少爷凯旋而归，侯府上下迎接。依靠，兄长，我的兄长回来了。宿主，我真是想不通，那江玉慧可是要你的命啊，为什么你非留她在侯府里，只惩罚她远离孟氏夫妇？虽然这几天孟氏夫妇的好感度涨了不少，但对于这种恶人，你手段过于仁慈了。以她的性格，只要留在侯府里，肯定就会不断闹事。我看你的百亿补贴遥遥无期喽。恰恰相反，我的百亿补贴马上就要到账了。什么？大少爷平定北疆，凯旋而归。何月吩咐全府上下即刻开中门，张灯结彩，迎接大将军回府。这是男主江时旭，江时旭回来了。江时旭年岁18，侯府嫡长子，现任直部军营指挥使，当前对宿主好感度负99点。什么？负99点？宿主，这江时旭比对你无感还可怕，这简直就是像仇人一样看待你。所以，这就是我留下江云慧的原因。我并非仁慈，原书里祖母的忽视、父母的冷落，都不是原主真正死因。原主是被这同一血脉的兄长亲手流放，饥寒交迫而死。江云慧与江时旭自小感情交好，只要江云慧厌烦之物，江时旭便会毫不留情地抹除。我若真把江云慧赶出去，即使是江云慧的错误，我也不会从江时旭那里获得半分好感。不如让他看清他疼爱的妹妹的本性。宿主，那你打算怎么做？一样，以退为进，欲擒故纵。江云慧不就是靠一套绿茶手段，扮柔弱装可怜，才激起江时旭的怜悯心吗？是啊，那我就更柔弱，更可怜，取代他的位置，成为江时旭最疼爱的妹妹。妹妹，宿主，这不对啊！系统推荐的攻略方式是爱情，就是成为他的妻子。什么？原来你就是被侯府认回来的那个乡下人。哎呦，姐姐怎么也在这里？也是来迎接大哥的吗？可大哥说了，除了我这个妹妹，再有第二个妹妹迎接她，他可不认。什么祖母疼爱、父母怜惜都是虚的，唯有江时旭才是真正的保命符。他是侯府未来的支柱，只要他肯护着我，哪怕全府上下都视我为眼中钉，也无人敢动我分毫。所以江明堂，你以为你赢定了吗？大哥，你看这珊瑚手串，我特意戴上了，比之前母亲给姐姐的那串好看多了吧？自然，你戴着好看。那可不，前些日子我看到姐姐手上的珊瑚串，就跟大哥随口一提，结果大哥转头就让人寻了这串更贵重的给我。只要云慧喜欢，再贵重又如何？姐姐，你说大哥对我这个义妹都这般好，对这个亲妹妹怎么什么都不给呢？怎么样，嫉妒了吧？上一夜尝尝我这些日的心情。大哥最讨厌善妒的女人，只要你现在露出半点嫉妒，大哥还会更厌恶你。云慧妹妹说笑了，自然是因为妹妹比我更值得这些东西。大哥与云慧妹妹感情深厚，应当给妹妹更好的。我没来侯府几日，大哥对我稍有忽略，明堂自然理解。只是我从前都是一个人，没有过这样的哥哥。看到大哥对云慧妹妹这般疼爱，心里不免羡慕。若我早些回来，是不是也能？罢了，是我想多了，大哥别见怪。这乡下来的丫头倒是通情达理。云慧说她心思重，可眼下瞧着竟不那般不堪。不过也说不定是装的，侯府里的人哪个不是戴着面具？怎么回事？大哥怎么不说话了？他难道
也被这女人装模作样的样子骗了。大哥是我唯一的依靠，绝不能被他抢去。看来只能用那招。姐姐说的这么见外做什么？咱们是一家人，大哥自然也是姐姐的大哥。对了，姐姐，过2日大哥要办庆功宴，姐姐说自己孤单，不如也来赴宴，正好跟大哥好好培养感情。哦，是吗？太阳把西边出来了，江云慧会这么好心？原书里，男主回来之前，原主就得罪了全侯府，根本没人邀请他参加宴席。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？要想知道他的算盘，还需得前去。真的吗？那就多谢云慧妹妹了，姐姐一定会去。太好了，姐姐，妹妹一定等你。元宝，系统有没有那种道具，类似于千里眼？当然有啦，系统商城无所不有。因为宿主表现优异，攒了足足3600积分。商城里的东西随便你挑，你要的千里眼道具就在这里。这是窥天镜，可隐身进入任意指定人物的空间，观察其一举一动。就是这个。恭喜宿主解锁道具窥天镜，再打个响指就能进入指定人物的空间。不过什么？为防宿主作弊，此功能只能用1次。现在请宿主闭眼吧。江云慧，翠儿，这镯子是我陪嫁里顶好的物件，成色足，分量也够，你拿去。翠儿，这不是我府里的丫鬟，她怎么在这儿？多谢小姐，小姐放心，那事我已经办妥了。庆功宴那日，奴婢会按照您的吩咐，趁人不备，把大小姐引到后院的仓库里去。等大小姐一进去，门就会从外面锁上，然后城南那个乞丐就会和大小姐纠缠在一起，到时候您就能引着大少爷他们捉奸在床。堂堂侯府大小姐却做出这样的阿杂事情，不仅兄长会厌恶她，侯府怕也再容不下她。江云慧啊，江云慧，我还以为你能有什么手段，算起来算计去就这点出息。不过既然你敢这么算计我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。时序呀，你这次在战场上立下大功，为我侯府扬名立万，祖母心里甚是欣慰。是啊，时序自小就懂事，如今更是出息。不过别太拼命，做母亲的只盼你平安，别总往那刀剑无眼的地方闯。祖母、父亲、母亲谬赞了，时序不过尽本分而已。大哥太谦虚了，我可谓有这样一个英雄大哥，骄傲的紧呢。可不见得人人这么想，都开宴半个时辰了，姐姐怎么还没出现？确实奇怪，明堂那孩子平时参加宴会都很准时，莫不是身子不适？祖母别急，佩儿去看看怎么回事。是，小姐。这女人，老夫人，大小姐，不好了！佩儿，你怎么如此慌张？不是让你去请姐姐吗？可是大小姐她……有话直说，吞吞吐吐像什么样子？大小姐她正在和乞丐私会呢！大胆奴婢，你竟敢污蔑长姐！来人，给我拖下去！小姐明鉴，奴婢就算有100个胆子，也不敢污蔑大小姐。这是奴婢亲眼所见。奴婢去请大小姐时，路过后院仓库，就听到里面传来奇怪的声音。奴婢没敢靠近细看，但透过门缝隐约瞧见那女子的衣裳，就是大小姐常穿的那身流仙裙。不可能！堂儿那孩子那么乖巧懂事，怎会？况且她身为侯府嫡女，怎会自甘堕落，与乞丐苟且？你满嘴虚言，怕是不想要你的舌头。侯爷夫人明鉴，奴婢所言真的句句属实。父亲母亲，我虽然与姐姐相处时日不多，但我了解姐姐的为人，
他绝不可能做这种事。可是佩尔说的这般详细，倒是让女儿想起一些传言。什么传言？孙女在姐妹茶会上听闻，有些商贾之家的女儿生性浪荡，向来不重规矩，甚至还出现一女御庶男之事。孙女并非诋毁姐姐，只是担心姐姐在那种环境下长大，难免沾染些不好的习气。云慧说的有理，那女人表面乖巧，侯府众人对其心思也并非完全熟悉。说她当真做出这等伤风败俗、玷污门楣之事，就算有血缘，也要赶出府中，流放为妻，永不许踏进侯府一步。江明堂，你说了，就算再有祖母和父母的宠爱又如何？做了这种事，你只会被赶出侯府。我终究是侯府唯一的嫡女。祖母，看来事到如今，我们须得亲眼所见，才能知晓是非。说真是姐姐，孙女无话可说；说不是，也好还她清白，总不能让她平白被人污蔑。看来也只能如此。江明堂，我真是期待等会儿推开门，大家看到你和乞丐滚在一起的样子。启禀江老夫人，就是这里。啊！这声音难道真的是他？不会的，我侯府的女儿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？愣着干什么？开门！马上，江明堂，你曾对我的欺辱算计，全都会报应在你身上。而你洋洋得意的宠爱嫡女身份，也终究属于我一人。你输了。这衣裙，这腰带，难道……江明堂，你怎如此不知羞耻？翠儿，怎么是你？你怎么在这儿？江明堂呢？妹妹是在找我吗？灵堂，是你？抱歉，母亲，我起得有些迟，去院中发现无人，被丫鬟告知，才知你们在这里。咦，这是翠儿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江明堂，你怎么可能？应该在这里的是你才对。妹妹这是何意？难道妹妹很期待我在这里？不是这样的，是翠儿说姐姐在这儿的，我才……翠儿，你不是说看见姐姐进了仓库吗？你竟敢谎报！来人，拉下去！等等，这不是我前些日子丢的衣裙吗？怎么这套衣裙会跑到翠儿身上去？而且还穿着我的衣服，戴着我的首饰，做这种事？难道你是想穿着我的衣服冒充我，好让众人误以为是我做了这种事？祖母，孙女刚回府不久，自问从未亏待过下人，为何翠儿要这般污蔑孙女？哼，说这是怎么回事？不说，那就家法伺候。来人，拖下去大吃大板。奴婢知错了，奴婢动手，是二小姐指使奴婢的。该死，这个不中用的奴才怎么就……江云慧，你说清楚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不是的，祖母，这该死的奴婢竟敢血口喷人！谁不知道她是姐姐院里的丫鬟？保不齐就是想要通过诬陷我来讨好姐姐。妹妹说的有理，可妹妹能不能告诉我，这个东西是什么？这不是我给云慧的镯子，明堂怎么会在你这里？那女儿就不隐瞒父亲了。女儿今日晚到，实则是遭遇袭击。袭击？灵堂，你可否受了伤？女儿无碍，只是丢了衣裙。女儿去赴宴途中，突然逢人从背后袭击，那人抢了女儿的衣裙便离去，却逃窜匆忙，掉下这只镯子。细细看下，上面刻有慧字。
女儿便想起妹妹曾在女儿身边提起的足金镯子，上面正是刻了妹妹的小字，所以女儿不得不怀疑，是不是妹妹派人为之。江云慧，到底是不是像你长姐说的那样，是你要谋害你长姐？不是的，翠儿可以偷姐姐的东西，为什么不可以偷我的东西？定是她偷了我的镯子，现在又拿出来栽赃。你说是不是这么回事？是吗？可我听说妹妹的院子管理最为严格，有个丫鬟不过是弄丢一个香囊，妹妹就把她发卖为奴，还重打30大棍。这么贵重的镯子丢了，妹妹居然一声不吭，这会是妹妹的作风？或者让这丫头说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，不就洗刷了妹妹的冤情？翠儿，你可想好，作为我府里的丫鬟，你若承认袭击我的事，我尚可帮你求情，但你要承认偷窃，今日你下药谋害我的事，我可要向江老夫人一五一十禀报。是，大小姐。翠儿，你若说出实情，侯府可开恩饶你一命，不然将你扔出侯府，任乞丐驱使羞辱。江老夫人恕罪，江老夫人恕罪，奴婢都恕。这一件事全为二小姐指使奴婢所为。她将镯子赐给奴婢，让奴婢抢大小姐的衣服，扮演成大小姐的样子，让乞丐肆意欺凌。再将此事栽赃给大小姐。不是这样的，你瞎说，明明是什么？江云慧，人赃并获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我说过，你若安分守己，在侯府当个庶女，侯府尚可留你。可你贪心不足，竟做出这样的事来！来人，给我拖下去！我怎么会变成这样？兄长，你帮帮我，你相信我对不对？祖母，不必拖下去了。从此以后，我断不会再承认你我兄妹之情。你走吧。师姐！快请大夫！来人，快去上刘一章！刘医长，石旭他怎么样了？回夫人，大公子本就身负内伤，且伤势不轻。今日急怒攻心，气血上涌。内伤？那他什么时候能醒来？这个老夫也说不好。大公子的内伤本就棘手，如今又被激化。实不相瞒，如今市面上所有的药都无法医治大公子的伤。能否醒来，何时醒来，全看他的造化了。什么叫全看造化？侯爷，老夫真的尽力了。你是太医，你怎么能说这种话？你便是把所有同僚都叫来，也是同样的结果。老夫行医数十载，从不妄言，请诸位节哀。不可能！主，这可怎么办啊？虽然这江世旭按你所想和女反一刀两别，但他变成这个样子，你的攻略难道也这么断了？不怕，他会醒过来。啊？因为我有你啊。元宝，打开系统商城。宿主，你到底要做什么？就是这个。在你找窥天镜时，我无意间发现。什么？就转徐卖单？宿
宿主，这可是商城最贵的神药之一，虽能治百物，但是性价比特别低，几乎没人买的。况且您把这些攒的积分全花了，万一再遇到困难，可没有道具帮忙啦。你啊，就等着我的操作吧。而且南州只是昏迷，又不是醒不过来，你先把这条线搁置，把侯府其他人攻略到满格，不香吗？你懂什么？有了这药，我才能把其他人攻略满格。购买成功就转续卖单，扣除积分1000，现积分余额为0，真的全花光了。宿主，我可警告你，这东西不退不换，攻略出现问题，别向我求情，我可不会心软哦。当然。这是什么声音？这是在做什么？喂，大小姐，这是螃蟹的周姨娘在给大少爷做法呢。太医说大少爷无药可医，周姨娘得知后，特意请来了这位巫师，说大少爷昏迷是邪祟缠身，须得驱邪。效果如何？奴婢看不太出来，只看大公子被折腾得够呛。侯爷夫人，你们可不知道，我请的这位燕阁大师可是出了名的灵验。城西王家的嫡子与人斗殴，大夫都说没救了，结果大师跳了一场，第2天就能下地走动了。就是这大师的价钱稍有些昂贵，10两银子一日。不过为了孩子，这点钱算什么？值。那是自然，只要能治好时序，多少银子都行。燕阁，这个名号怎么这么熟悉？想起来了，原书里确实有个燕阁大师，招摇撞骗，致死了不少人。后来原主跟江云慧斗不过，病急乱投医，也请了这个大师，结果被骗得身无分文。哼，我既然来了，怎么能让父亲母亲重蹈覆辙？果然还是高门大户的钱好骗，我不过是雇了个江湖骗子演演戏罢了，就敲了他们一大笔，够我吃好几年的。来，侯爷夫人若定了主意，就先将定金交上一交，我好安排大师继续。父亲母亲，不可！这人根本不会什么医术，只会把兄长置于死地。哪儿来的黄毛丫头，这么说话的？堂儿来了。母亲，女儿担心哥哥的伤势，特意过来看看。果真就撞见个骗子。堂儿，江明堂，就是那个新任回来的嫡女。听说这丫头在府里厉害得很，怪不得说话如此霸气。哟，原来是侯府的千金大小姐呀，地位尊贵，自然是瞧不上我们这种市井小人的能力。可大小姐不知道，不代表大师就是骗子。大夫都治不好的病，现在除了这个法子能治，难道大小姐有能力？我看啊，您还是待着见识见识，不然耽误了大公子的病情，恐怕担待不起。这话说的，怎么跟传销一个路子？这不是专业对口了？以前家人被传销骗，哪次不是我去捞人？周姨娘这话说的不对，我可不是什么高门大户长大的，我从小在市井长大，见的东西可比在座的都多。周姨娘说的这些，我也有所耳闻。这位大师跳的是南派的飞鸟舞吧？南派主祈福，北派主驱邪。大师跳的是祈福，可不是驱邪治病的路子。这祈福舞跳给病人看，是想让病人早点投个好胎吗？怎么，姨娘无话可说了？他怎么会知道这些？什么南派北派，我都没搞这么清楚。哎呀，大小姐果然是见多识广。对，大师是南派的，跳的是飞鸟舞，但祈福也能驱邪啊，殊途同归嘛。是吗？哼。可这些都是我瞎编的。什么南派北派，祈福驱邪，我是从画本里看来的。可周姨娘一听就一口答应下，连连称是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周姨娘对这些根本一无所知。周姨娘，你该不会是
特意糊弄我这些不懂医术的人，来骗侯府的钱吧。你血口喷人！我不过是没想起来罢了。不过大小姐特意给我下套，到底安的什么心？侯爷，我好心好意请大师来给大公子治病，他就这般编排我，我侯府怎能教出这样的女儿？编排？是不是编排？要不要我报上官府，你才不嘴硬？这位大师本姓胡，人称胡麻子，专去那些病急乱投医的人家，效果和你说的恰恰相反。城西的嫡子被他折磨致死，城东的老人明明能治好，也被他活活拖死了。人就这样被你活活毒害。你瞎说！那是那些人虚弱，承受不住大师的法力，是他们没福气，又怎么能怪大师？放弃大公子的病，大夫都治不好，不靠这个治，哪能靠你？你说的没错，这病确实靠我才能治。你个闺中大小姐，只会绣花描眉，怎么这么自不量力？你要是能把大公子治好，我就去官府自首，然后给你磕3个响头。堂儿，母亲知道你是好心想替我们出气，但你不必逞强，母亲这就让人把他赶出去。来人！母亲不必，请父亲母亲相信，我要让这个骗子心服口服。就这个瓶子，哎呦喂，这瓶子连个好点的尿壶材质都比不上，看着这么平平无奇，别是把大公子给毒死了吧？住口！再胡说八道，立刻把你轰出去！哼，我说的都是事实啊。谁知道你们侯府的人这么爱卖弄，一个黄毛丫头也敢充神医？我倒要看看，等会儿把大公子治死了，你们怎么收场？呦，看看，这是被药反噬了吧？叫你们不信我，偏要信那个大小姐。这下好了，大公子怕是没救了。过2天就准备白事吧，到时候可别怪我没提醒。闭嘴！醒了！堂儿，为娘竟不知你还有这般本事，连顶尖的医症都束手无策，你却治好了，你简直就是我们江家的福星啊！时序是我侯府唯一嫡男，是江家的命脉。我的好堂儿，你不只是福星，你还是江家的大功臣呢。父亲母亲过奖了。恭喜宿主，系统检测到微软侯梦氏好感度双双抵达100点，奖励积分共5000点。本以为花光积分亏大了，没想到宿主凭1颗9转续卖单，把清空的积分全部赚回，简直是神级操作啊！是你救了我。大少爷说笑了，是我请来的大师施法驱邪、祈福续命的功劳。她一个久居深闺的千金小姐，哪里懂医术？哼，不过是恰巧撞了老运罢了。哼，宿主，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！明明是你倾尽积分买药救人，他居然敢凭空抢购！而且男主对你好感度足足-99，不会真的听信他的鬼话吧？你倒是把本少爷当成傻子了。我是昏了，又不是死了。刚刚你们的争执，孰是孰非，本少爷可听得一清二楚啊。
这人怎么回事？此刻竟然是在替我说话。大少爷，我万万没有这个意思。没有，我虽时昏迷，神识却始终清醒。方才院中鼓乐嘈杂，阴森咒语不绝于耳，扰得我五脏剧烈，好些一命归西了。是一味药清凉入口，我的身子才渐渐有力气了。你好大的胆子！仗着我人事不省，便为所欲为，拿着骗人的小戏折腾我，还敢在此冒领功劳？不是的，大少爷，误会啊！我一心想为大少爷祈福治病，绝无半分害人的心思啊！江明堂，那你说，这是不是误会？宿主啊，男主竟然给你撑腰了，这机会可不多得，赶紧狠狠诉说委屈，收割他一波好感。说我委屈，这个不行。兄长不必动怒，此事或许当真只是一场误会。你说什么？唐儿，你说这是误会，难道不是因为你的丹药失血才？母亲，我知晓周姨娘是一心为兄长治病，并无恶意。女儿方才拿出的丹药是儿时跟着一位隐士老师傅学医习得的丹方，这颗护心丹是师傅留给我的唯一遗物，虽是可愈百病的奇药，但终究是山野偏方，怎能比得上姨娘的高明手段？兄长能够顺利苏醒，定然是姨娘祈福有功，功不可没。奇怪，这小妮子打什么主意？刚还气势汹汹，现在反倒夸起我来了。难不成是被我吓破了胆，不敢与我争辩？看来只是个纸老虎罢了。那这份功劳，我只好全数吞下了。还是大小姐明事理，不是我自夸，我请来的燕阁大师乃是当世高人，法术通天。大少爷虽已苏醒，但旧伤未除。依我看，不如直接定下大师包年套餐，看在侯府的情分上，我打个折扣，8888两银子，保准大少爷百病不侵。够了！你个恬不知耻的江湖骗子！来人，立刻把他拖出去，永世不得踏入侯府半步。侯爷，这是为什么？我是救了少爷的功臣啊！您为何要如此对我？功臣，你也配？真是恬不知耻！堂儿心地纯善，他是过意推让谦逊，给你留足颜面。你倒好，顺杆儿往上爬，真敢把子虚乌有的功劳揽在自己身上，还敢借机敲诈侯府银两。够了，不必多费口舌，即刻上报官府彻查这伙招摇撞骗的江湖术士。这般骗子，多看一眼都污了侯府的眼。侯爷饶命！夫人饶命！我知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明堂，方才你所说的护心丹，当真是你师父留给你的唯一遗物？你将这世间仅此一颗的救命丹药给了我？恭喜宿主完成隐藏任务，系统检测僵尸讯号感度涨幅100点，当前好感度1点。宿主也太厉害了，我真没想到一颗药的性价比这么高，竟然一箭三雕，还能把对你恨之入骨的男主彻底掰正了。书里早说了，江时序最吃柔弱善良的绿茶妹妹人设，江云慧能在他面前如鱼得水，不就是靠这点小心机？若是一味互诉委屈，早被他嫌烦打发走了。我归家之后，只听旁人流言蜚语，误以为你品行不端，所以对你处处失礼。如今想来，真是愧对于你。兄长不必自责，航儿并未放在心上。来日方长，往后相处，我定会让兄长好好认清真正的我。那是自然。
距离领取100亿补贴还差2000多积分。如今唯一能涨积分的渠道，就只剩江时序了。虽然辛辛苦苦掰正江时序的好感度，可在他眼里，我和伺候他吃饭的嬷嬷差不多。想要得他喜欢，还得要投其所好。投其所好。元宝，系统商城里有没有能够洞察他人喜好的道具，能马上直知对方心底所想那种？当然有啦，此物名为窥梦琉璃灯。只要将花灯赠予攻略人物，便可通过房间铜镜映照出此人的梦境，摸清对方心思啦。听起来好怪，但也没别的办法了。那就他了。真是让人好奇，我那心思深沉、性情木讷的兄长，究竟会做什么梦呢？兄长不必自责，堂儿并未放在心上。来日方长，往后相处，我定会让兄长好好认清真正的我。我这是怎么了？不过是被小妹轻轻碰了下手而已，为何如此燥热？江时雪，她是你妹妹，你这般试探，莫非是疯了不成？兄长，完了，我是真的疯了。竟已然还是幻听。兄长，兄长想什么呢？堂儿一直唤兄长，哥哥都不答应。这盏琉璃灯有安神之效，特意送来给兄长，可祝兄长安稳入睡，还望收下。这是你特意为我准备的。叮，检测到攻略目标。江时序好感度上涨10点，只是送盏灯就能涨好感度，要是摸清他所有喜好，我不是要杀疯了？时辰不早，我便不打扰兄长休息了。只是兄长切记，今夜需将此灯置于房中，方能起到安神休养之效。天干物燥，小心火烛。子时3更，平安无事。都这个时辰了，江时序肯定就寝了。就让我好好看看，我这位木讷正经的兄长究竟想要什么。这是温泉？他大半夜做梦泡温泉吗？这到底是什么梦？怎么还有女人？江时序表面上一本正经，背地里怎么这么闷骚？难不成他心里有喜欢的人了？我倒要看看是谁。兄长，不是吧？江时序夜里做春梦，对象竟然是我！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？难道是
是我哪里招惹了他，可我也没有。你以为你能逃得掉？你放开我！兄长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宿主，你干嘛呢？我正看得起劲呢。什么起劲儿？你突然出来做什么？吓我一跳！当然是告诉你，系统检测到僵尸徐好感度再度上涨10点啦！宿主，你使些小手段，僵尸徐的好感度就稳步攀升。看来你完成攻略任务势在必得嘛。确实势在必得。可我这个牡丹30年的社畜，哪见过这种场面啊！我以后怎么直面我这位闷脚兄长啊？时序与唐儿今日怎还未过来？这俩孩子素来守时，今日倒是奇怪，莫不是出了什么事？来人，去看看什么情况。我的2个好孙儿，怎的都看着这般疲惫不堪？孙儿无事，不过是梦魇，睡得不安稳罢了。我也是梦魇而已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唐儿，这段时间你为府中上下操劳良多，还这般听话懂事，真是让侯府深觉亏欠啊。祖母说的这是什么话？都是唐儿该做的。所以，祖母与你父亲母亲商议，我们决意为你选一门顶好的亲事，不辜负你的付出。亲事？时序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唐儿定亲，你反应为何这般大？不是，只是孩儿觉得小妹尚小，早早定下婚配，未免唐突。再者，忠永侯府2公子的品行，不过也是道听途说，未必属实。万一此人表里不一，是个不学无术的混不吝，还会欺负小妹，岂不是？倒是没想到你们兄妹2人感情这般深厚。忠永侯府的2公子上门，你身为兄长，与唐儿一起去，替唐儿好好把关，便可放心了。我好不容易把男主好感度刷回来，突然空降一个未婚夫，要是让男主全程旁观，不知道又得发生什么。可我又不能当众忤逆祖母心意，祖母不必劳烦兄长。兄长大病初愈，不宜操劳费心。明日唐儿只身赴会2公子即可。只身赴会？难道唐儿是不想让我插手坏了他的婚事？不，唐儿，兄长必须陪你去。你说什么？父亲母亲不经我同意，就擅自给我和威远侯府定下婚事了，简直胡闹！旁人也罢，小爷我岂能和一个素未谋面的陌生人草草成婚？公子，此人算不上陌生人，他应当就是害我流离失所的仇人江明堂。江明堂，当初我一招落败，被逐出侯府，从此身无分文，流落街头。
若非陆元州将我捡回，我早命丧黄泉。而导致这一切的，就是江明堂那个贱人。老天给我机会再见到他，我一定会好好把握。想来是我寄居侯府，多有叨扰，才让伯父伯母心急，仓促为公子定下婚事。只是伯父伯母实在操之过急，竟选中了这般心思歹毒之人。心思歹毒？他仗着自己是侯府真千金，在府中便肆意妄为，狠心割裂我与侯府10几年的情分，才让我被逐出侯府。竟有此事！云溪并无挑拨之意，毕竟公子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我不想看到公子和我一样的下场。既然如此，我有一法子。明日你随我一同前往七远侯府，你假扮身怀有孕的模样。堂堂侯府千金，最是看重名声颜面，我就不信他还能坦然嫁我。云慧，你说如何？既然是公子的要求，那我恭敬就不如从命了。今日堂儿这般精心打扮，果然还是嫌弃那个老十四二公子了。我们堂儿本就生得极好，稍加梳妆，更是艳压京城。这般品性容貌，配谁都是绰绰有余。母亲天刚亮就冲进院子里，把我抓起来一顿折腾。看男主这脸色，这不是往犯难吗？启禀侯爷，中远侯府二公子到访。好，好，好，快快请进来。哈哈哈！可是，侯爷，何事迟疑？直说便是。来者不只是二公子，他身后还跟着一位女子，看身形神态，似乎已是身怀有孕。什么？岂有此理！他这是登门求亲还是上门挑衅？竟敢带着有孕的外室登门，当众羞辱堂儿！此等混账，我今日定要好好教训他一番。有孕外室，这不是天助我也！这下我就能光明正大退亲了。我这个哥哥怎么这么冲动，把人打跑还怎么退婚啊？得让他们留下来，正好说动父亲母亲，这辈子都不给我找婚配。兄长切勿冲动，侯府最重礼节，若是贸然伤人，反倒落人口舌。不如先将人请进来，问清缘由，再做定夺。那就听堂儿的吧。
速速将人请进来吧。没想到威远侯府这么能忍，不直接将我轰走，还将我请进来。那我倒要好好瞧瞧这个为非作歹的丑八怪真千金什么样。今日我定要好好羞辱他，逼他主动退婚。晚辈陆远舟拜见伯父伯母。江小姐，在下是陆远舟，前来。定亲。云慧不是说他是心性恶毒的丑八怪吗？这分明长得像天仙一样。二公子，你说什么定亲？我们今日不是退亲吗？你千万别被他的外表蒙骗啊！云慧说的对，越是漂亮的女人越会骗人。这江云堂真是不容小觑。诸位长辈，远州这次前来是为退亲，只因我身侧这位姑娘是我心悦之人，更是身怀我的骨肉。他当真？这门亲事我全然不知，但为不负长辈心意，若江小姐不介意，这门亲事依旧可作数。只是委屈江小姐需以小妾之身嫁入我中永侯府。你说什么？而且我今日沉迷博弈，囊中羞涩，这便是我全部心意。江小姐若是应允，便可收下，择日完婚。我都做到这份上，我就不信她还能忍着不退婚。你真敢！那江小姐意下如何？若觉委屈，明堂不委屈，二公子心意贵重，明堂同意晚婚。唐儿，这般屈辱你怎能答应？莫非你就因陆二公子略有自傲，便被轻易蒙骗，失了心智不成？是啊，唐儿，你糊涂啊！他携玉女登门，如你至此，你怎能一口应下？堂儿并非糊涂，堂儿答应，这门亲事是爹娘当初为我定下的。我若拒绝，便是不孝。女儿此生不愿做不孝不义之人。什么？我们知晓你懂事重礼，可当初定亲是看中他人品端正，如今他行事荒唐，家境困顿，爹娘如何放心你嫁过去？母亲无需忧心，陆二公子敢于坦言，可见其重情重义。如今他不过是一时困境，女儿有手有脚，往后自可帮二公子重整家业，无关聘礼厚薄。这女人，没想到我的堂儿人品贵重至此。侯府有女如此，夫复何求？怎么会这样？都被羞辱成这样，江明堂，你为何还不撒泼打滚，丑态百出？难道他是在逞强，故意摆出大度模样支撑颜面？贱人，那你也撑不了多久，马上我就要逼你现出原形。姐姐当真是善良大度，不过既然姐姐铁了心要做妾，那妹妹便提前恭喜姐姐了。往后入府，姐姐就安心做侧室，好好伺候陆公子和我这个名正言顺的平妻。
品行不端被侯府驱逐，没想到竟辗转搭上了陆家。唐儿，既然如此，你更不可嫁入陆家了。嚯，这不是送上门的顶级助攻吗？有了他，我的单纯小白花人设不就彻底立住了？别说嫁给陆二少爷，以后只要提起嫁人，侯府怕是都要有阴影。没错，唐儿，你绝不能嫁。你难道忘了他往日做了什么吗？怎么样，贱人，装不下去了吧？方才那般大度孝顺，你此刻若是反悔，就证明你的善良懂事全是假象。我要好好看看你怎么自己打自己的脸。那又何妨？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。我与妹妹纵有旧怨，可她如今是陆家名正言顺的平妻。我若入府为侧室，恪守本分，静待正平妻，便是我的分内之责。江小姐，你说这话当真？当然。他竟然答应了，这怎么可能？陆公子，那我们……我不准！你让开！哥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快松开，弄得疼我了！男主这是怎么了？不会真的玩太过火，好感度直接作没了吧？看来有必要和他解释清楚。哥，其实我……江明堂，你糊涂了不成？那般如你的男人，你也甘愿嫁？难道是你从小到大从未感受过情爱，所以才这般迫切，哪怕自降身份，也要草草嫁人？不是的，我只是想……江时旭，你疯了吧？疯了？这可是我的初吻，这男主也太不讲道理了吧？他到底在想什么？叮，系统检测到江时旭好感度暴涨40点。宿主啊，你这波以退为进，真是血赚啊！你呀，就好好和男主甜蜜吧，本系统可不当电灯泡了。以退为进，可是我没有这个心思啊。唐儿，对不起，我并非有意冒犯你，我只是不想眼睁睁看着你自毁前程，受人折辱。大公子，老爷与夫人已经将陆公子一行人赶出侯府，还说府中有要事，还请大公子立刻前往正厅商讨。我知晓了，唐儿，我去去便回。父亲、母亲，不知唤我前来，所为何事？还有祖母，您不是去寺里上香了吗？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时旭，我来是与你商讨一件事，如果让你娶明堂，你愿不愿意？什么？今日之事，你父亲母亲已经与我说了。明堂秉性太过单纯，若是将她嫁去别处，极易受委屈。思来想去，唯有将她交到你手中，我们才能彻底放心。可是，我知晓你心中疑惑，所以如今唤你，也是要告知你一事。其实你并非我与侯爷亲生之子。什么？当年我身体孱弱，无法生育，便将你从忠永侯府抱养回来，悉心抚育。你与今日前来退亲的陆远舟，其实是异母同胞的亲兄弟。
只是未想陆远舟心性不正，被养得这么自私荒唐，全然辜负了我与你母亲的期许。我们知晓此事对你而言太过突然，可我们实在不忍看明堂受尽错磨，唯有委屈你娶明堂为妻，才能护他一世安稳。但是你若不愿，家中无人会怪你。我们祖母，我愿意，护好唐安的责任便交给我来承担。好，好，没想到你这般通情达理。那你亲自去和明堂说清缘由，待他点头应允，我们便即刻挑选黄道吉日为你们筹办婚事。孙儿知晓，定不负家人期许。为什么那个贱人总是打乱我的计划？本想让他颜面尽失，丑态百出，反倒我竟被毫无体面赶出侯府。侯府对他那样的偏爱和宠溺，明明从前都属于我，就连陆远舟都快要被他那副模样蛊惑。到底凭什么？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女子？我还是第一次对一个女子这么好奇。给我站住！谁在外面？搞什么？你胆子真是越来越肥了！疼！哎呦！疼！哎呦！老子让你去提亲，你竟敢跑这肆意胡闹，还带着这般不知廉耻的女子，丢人现眼！父亲，你听我说，我不是故意如此，都是误会。误会个屁！伯父，这不是公子的错，您别……这里有你说话的份，不是他，那是你。好啊，当初你被扫地出门，是我儿念你可怜，有你在府中为奴，你非但不知感恩，反而惹是生非。看来我忠勇侯府容不下你这种人。来人，将这女人给我赶出去！我忠勇侯府奴婢众多，他这般心术不正之人，连做奴婢都不配。完了，这次要是再被赶出去，我真的彻底没有活路了。父亲，今日所有举动，皆是儿子一人的想法。孽障！事到如今，你还要为他说话？莫非他真的有了你的孩子？父亲，并非如此，只是云慧一介弱女子，无依无靠，若是被赶出侯府，根本无法生存。儿子于心不忍。好一个弱女子！你简直是被这女人蒙蔽了心智。今日你大闹祈远侯府，让我忠勇侯府沦为笑柄，若不处置他，我日后如何见人？父亲息怒，儿子自有弥补之法。明日我会备上厚礼，尽数补偿今日聘礼之事，然后我会亲自带云慧登门赔罪，随后风光迎娶江明堂回府。此事不成，我绝不归来。亲口说的，若是无法将江明堂娶回，我便再也没有你这个儿子。是。还好男人都知楚楚可怜这一套，让我躲过一劫。可陆远舟居然真的被那个贱人蛊惑，还要我登门道歉，这怎么可能？那个心机深沉的女人，不就是会装样子，才让所有人都喜欢她吗？好，那明日我就揭穿她的真面目，让侯夫人都知道她有多心机深沉。元宝，帮我查一下累积积分。这群人我差不多都攻略到位，是不是马上就能拿到100亿补贴，直接回现代了？宿主，那个僵尸婿对你简直痴迷入骨，你就半点不心软，不考虑为他留下来吗？喂，等我报复回现代，优质帅哥一抓一大把，区区情爱怎么能影响我搞钱呢？好吧，系统解锁完毕。宿主当前总积分8000点，距离通关所需的1万积分还差2000点。所以，我只要把僵尸婿的好感度刷满100，就能直接回家。其实不然。恭喜宿主成功打通隐藏剧情，系统新增攻略任务。
陆远征？什么？元宝，你跟我说清楚，什么叫新增攻略人物？我明明只差2000积分就能通关，为什么突然多出个陆远洲？你这是故意为难我？宿主别激动，原本只攻略男主确实可以通关，但是鉴于宿主表现优异，所以触发系统额外奖励。而且陆远洲因为对宿主一见钟情，再加上宿主以退为进的小手段，现在好感度已经足足有了50点，拿下他，宿主势在必得。美貌加超能力，这配置要是回到现代，得过什么样的神仙日子啊！好好好，为了争逆天 buff， 这支线拿下就拿下。行，这支线我接了，不就是多刷一个好感度吗？有什么难的？不过宿主接下来可有的忙了，因为现在江时旭和陆远征正一起向宿主这边赶呢。怎么是你？我此番前来，是为求取明堂。我今夜前来，是为求取唐儿。你这登徒子真是恬不知耻！你那般遮入唐儿，竟还有脸登门求取？当真以为我威远侯府太过和善有礼，让你肆意放肆吗？公子误会了，我自知行事荒唐，此番前来正是为赔礼致歉。只是，你方才说求取，你乃是明堂的亲兄长，怎可说出这般悖逆伦理的话？并非你所想那般，我与唐儿并非亲生兄妹，只是我不在乎。按规矩，我与明堂本有婚约，是我先前误解明堂，才搞砸一切，但我定会全力弥补。待我弥补周全，明堂自当嫁我为妻。你这混账！你将唐儿视作何物？召之即来，挥之即去的玩物吗？你这般品行，根本不配求取唐儿。哼，那你便配了。你当真病态至极，竟对自己妹妹生出这般龌龊心思，简直变态。正因为我是他兄长，才最能护他周全。反观你，做出那般猪狗不如的事，也敢再来沾染，要么即刻滚出侯府，要么往后你再也别想靠近唐儿分毫。怎么选，你自己想吧。兄长，切莫冲动。唐儿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是在护着他？不是的，兄长，我的百亿补贴和我的永驻美貌 buff 打起来了，我能帮谁啊？看来只能用那种。兄长，陆公子，我知晓你二人都是真心为我，唐儿心中万般感动。可若是二位为了我争执不休，唐儿只会惹人笑话。还是别让唐儿为难，好吗？好吧，今日便看在唐儿的份上，暂且饶过你。我才想说这话呢。我亦是真心为明堂，何须你退让？果然，还是这招好用。时辰不早，为预防坏人，我送你回房早些歇息吧。等等，明堂，这是我备好的赔礼，还望你收下。那明堂就谢过公子。我知晓了，这份礼物我便代唐儿收下，你可以离开了。兄长，你这是在做什么？丢垃圾而已。可那也是陆公子的一番心意啊。这般粗浅过错，妄图凭些许物件便能抹平，未免太过幼稚。你性子单纯通透，最是心善，这般模样实在让我放心不下。唐儿，你可知方才我与他为何争执不休？我不知道。因为我与他
都想娶你为妻。什么？这世上，我再也见不到比你更纯粹的女子。若是让他人污染，唐儿，你可知我会有多心疼？所以，唐儿，你是否愿意与我定下终生？我将世序保证，会永远对唐儿如意，不会让你受到任何伤害。检测到宿主，进入关键剧情节点，触发系统抉择，是否接受婚嫁安排？温馨提示：若宿主选择接受婚嫁，将世序好感度会直接拉满，将直接终止路远州支线任务，无法解锁永驻美貌 buff 哦。兄长，万万不可！明堂，你当真要走？我与陆公子早已定下婚约，况且你我仍是兄妹，这般逾越礼数之事，断然不能为之。对不住了，我的白衣补天。作为一个成年人，美貌和金钱我全要。唐儿，可是……兄长早些休息，我先回房了。我动用侯府最高规格勇气，这般成名，我就不信比不上那个心思偏执、恋妹成疾的变态。今日必定迎娶明堂回府。待会儿入了侯府，你我好好向明堂赔礼致歉，将前事解释清楚。今日迎娶明堂之事，便交由我们二人办妥。一切都听陆公子的吩咐。让我给江明堂那个贱人赔礼道歉，伏低作响，简直做梦！要迎娶那个贱人，那倒要看看，等你知道她是个这样不知羞耻的贱货，你还如何求娶？云慧，你去叩门，换人出来接礼。陆公子，民女求求你擦亮双眼，江明堂此人万万不可求娶啊！堂堂威远侯府内里，竟淫乱不堪，他们兄妹乱搞啊！民女虽是贱婢，也绝不能看公子跳入这等火坑。会吧？京城名门怎么会干这等丑事？云慧，你胡说什么？我绝非胡说，我手中这封信便是二人鱼跃伦常的铁证。民女若有半句虚言，便天打五雷轰。这样子，还好我在侯府安插眼线，得知江明堂和江时序竟然私通，我便特意让人模仿他们笔迹，扫出这些暧昧书信。今天我就要彻底定死他们罪名，让江明堂永无法翻身。公子若是不信，接过一看便知，其中字字句句皆是铁证。在场各位乡亲，若也是不信，那就亲自查验吧。哎呦，这边，别抢这个，别抢！哎呀，这么多！这是什么？这二人往来书信之中，竟是不堪入目的淫词艳曲，
简直不忍直视！这般悖逆伦理、不知廉耻之人，怎配做侯府千金？怎配嫁入中原侯府？这内容如此露骨，这二人当真是一点颜面也不要了。是啊，堂堂侯府子女竟做出这等不知羞耻的丑事，真是大开眼界，大开眼界呀！如今铁证如山，江明堂如此秉性不堪，这般女子，你当真还有执意求娶入门吗？昨日我便察觉江时勋那个混蛋对明堂心思不纯，可我万万没想到明堂竟也对他存有这般心思。难道从始至终都是我识人不清了？公子，你就是太过单纯，轻易就被他伪装的纯良外表蒙蔽。他实则心机比谁都要深沉，这般女子留在身边，迟早是祸端。这世间唯独我是真心待你，还望公子莫要再被他欺骗。而这般不知廉耻的女子，我今日定会拼尽全力，让她为此所作所为付出代价。我知道了。只要将他和那个贱人挑拨，当上侯府夫人就是迟早的事情。江明堂，我看你还能得意多久？起轿，回府。妹妹当真是好生手段，仅凭几封肆意捏造、侮辱他人的假信，便想当众玷污我的清白，毁掉我的名声。你说那日亲眼目睹我与兄长独处，那我问你，那日父亲命你擦拭厅堂桌案上的琉璃花瓶，你的活计可曾做好？你这是在做什么？眼下说的是你品行不端的大事，为何扯这些无关紧要的琐事？哼，我看你是遮遮掩掩，不敢作答吧？我作为主子，向奴婢问话，理所应当，轮得到你插嘴吗？回答我，那日的花瓶，你可擦拭干净了？擦好了，是吗？好一个件件做好！那日厅堂摆放的从来都是翡翠花瓶，府中从未有过琉璃花瓶，你又擦拭何物？原来是这样，连府中陈设何物都分不清，本职差事含糊糊弄，反倒日日紧盯主子行踪，胡乱揣测是非。你到底存的什么心思？当真以为我一无所知？奴婢不敢，奴婢真的不敢啊！不敢？你这般造谣污蔑，不是挺大胆的吗？侯府人众多，若我与兄长当真有越矩之举，为何我一人撞见，偏只有你看得清楚？你是当府中众人皆是瞎子，还是你本就别有用心？还好刷了不少宫斗神剧，和我玩这些抓奸套路，小妹妹你太嫩了。废物，区区几句就被吓破胆，当真半点用处都没有。好，这些暂且不论，那这些书信铁证如山，你又该如何解释？纸上分明是你与江时旭的笔迹，休想再狡辩。这字迹确实是兄长的。明堂，你说什么？难道你和江时旭是真的？自然是真的，这般铁证摆在眼前，他再巧言烂辩也无从抵赖。别急啊，我承认信上其中一方笔迹确实出自兄长之手，
是真的，对的，真是他俩。但这封信上所谓属于我的字迹，全然是伪造作假，因为我从未写字，根本不会书写笔墨字迹。此话当真？堂堂侯府千金，怎么可能不会习字？简直骗人！侯府千金，我入侯府不过数月之久，此前数年我一直身在乡下度日，何来大家闺秀习字的本省？妹妹说是也不是，这坏女人想栽赃我也没劲。我不信！凭你空口白话，说什么便是什么，谁能证明你当真不会写字？你不信，我也无可奈何。只是这信上伪造我的字迹，我却眼熟得很。这笔迹，分明是曾经教过我读书识字的那位私塾先生的字迹。私塾先生？那位先生如今仍在侯府内。诸位若不信，我即刻让人请先生来，当场笔迹比对，自能还我清白。你少在这里说这些没用的废话！你就是自知理亏心里话了，才故意拖延。我慌了，我倒是好奇，妹妹拿着这些所谓的证据，为何这般笃定强势？难不成是你偷偷拿走我房中私塾先生留下的练字帖，误将先生的字迹当成我的字迹，拿来栽赃于我？又或者是我家私塾先生确实与兄长暗生情愫，被你抓包，误以为是我与兄长有私情，究竟是哪一种实情？各位再清楚不过了。贾冰塔，你是要血口喷人？是不是血口喷人，唯有你心知肚明。好你个贱人，为什么每次你都能将我的计划打乱？我不甘心！你好大的胆子，也敢动我的堂儿！兄长身上怎会有一股酒气？面色还如此憔悴疲惫，发生什么？没什么。偷偷告诉宿主，因为你拒绝和他定终身，这小子阴谋了一整晚，借酒消愁到天亮，不然早就来帮你撑腰了。你就凭这些拙劣伪造的物件，也想毁掉堂儿的清白名声，当真是异想天开。我当初将你赶出侯府，便早已警告过你，若再招惹堂儿，我绝不会再轻易饶恕。你一定会付出代价。而你竟如此轻信旁人谗言，仅凭几句污蔑便猜忌堂儿，竟还有颜面这般声势浩大前来求娶，着实可笑。如今他的真面目，你已然亲眼所见，如何处置，你来决定。原因只是我看错了你，我始终以为你身世可怜，万万没想到，真正可怜的人是明堂。你当众羞辱明堂，
步步为营，精心算计，从头到尾，欺骗我的人一直都是你。不是的，不是这样的。事到如今，还不知悔改。这般歹毒之人，连在我府中为奴为婢都不配。我即刻下令，将你逐出府邸，流放边远之地，永世不得回京。明堂，我这般处置是否可行？可否原谅我今日的糊涂？我本不愿与人相争，只是我屡屡被人欺压，实在无可奈何。陆公子秉公处置，便劳烦你了。叮，检测到江时旭好感度加30，当前好感度90；男二陆远州好感度加30，当前好感度80。为什么？你们都是瞎的吗？看不出来他是装的吗？江时旭，我与你有数年兄妹情分，你为何偏心他，处处护着他？因为堂儿值得，而你只是表面乖顺，实则心性阴毒，半点不值得旁人怜惜。而且我确实心系堂儿，但是我们并非有亲缘，而且堂儿对我没有非分之想，哪怕这样，我也甘之如饴。你说什么？你听到我说的话了。现在来人，把他给我拖下去。哼，别再让堂儿不快。不要！你不能这样对我！今日之事，当真多谢二位。若无你们出手，我今日必定又要被人无辜构陷。堂儿不必道谢，有我在，你无需再害怕。今日算计你的人，往后再也没有机会出现在你面前。明堂，今日你也亲眼所见，我以十里红妆8抬大轿前来求娶，是我最大的诚意。我向你保证，唯有我能许你一世安稳荣华。往后，我绝不会再让你受半点委屈，半分欺辱。他才拒绝我的求娶，又处处护着陆远州，说是堂儿当真选择了他。我纵然万般不舍，也无可奈何，只求能一直默默陪在他身边，护他周全便好。不知明堂意下如何？是否应允我的求娶？陆公子，恕明堂难从你。我知晓二位哥哥皆是真心待我，才一心想将我护在身边。只是世间情爱最是缥缈难测，朝夕心动终会消散。我不愿贪一时情爱，最终落得两两相负。唯有以友情相伴，方能岁岁长久。叮，系统检测，江时旭好感度加20，当前满点100；陆远州好感度加20，当前满点100。双男主攻略成功，恭喜宿主解锁终极奖励110补贴加永久美猫棒。总算糊弄过关了，还好我看过网上海后语录，主打一个友情长存，谁都不得罪。是我心思狭隘，没想到堂儿心思这般纯粹通透。是啊，世间难得有你这般干净善良的女子，但我不会就此放弃，我会证明我对你的情谊绝非一时心动，足以岁岁长久。二位哥哥心意，我尽数收下。我尚有琐事要处理，便先行一步。太好了，可算彻底搞定！110奖励，永久美貌 buff， 我来了！宿主是否确认即可返回现代？
本次选择为最终抉择，确认后将永久绑定奖励，无法更改，彻底脱离书中世界。当然确定，我早就准备好了，立刻带我返回现代。这个，还有这个，除了这几件不要，剩下的全部包起来。这3栋户型排除，其余楼盘我全部全款拿下，除了这3个留下，其他人下去。江总，今日消费记录统计已出。江总，你怎么了？看着心事重。没事，刚才一时失神。接着奏乐，接着舞。你们继续玩，我去一趟洗手间。明明喝的不多，怎么会这么晕？更奇怪的是，为什么会越来越孤独？因为你是个不负责任的小骗子，擅自抛下我们离开，所以活该被寂寞惩罚。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你如何去到我的世界，我就如何寻来你的世界。你可知我有多想你？好不容易才找到你，这次我绝不会再轻易放手。不想恋爱的小骗子，你欠我的得慢慢还。